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中文频道。最近总有人问我，到底应该如何学中文？怎么样才能学好中文？怎么样才能教好中文？今天我就从无感教学法，再结合 TPRS 可理解性输入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其实我们的思维本身是没有语言的，我们的右脑负责收集图片、声音等等一些感官上的东西，然后把这些图片、影像像放电影一样在我们的脑子里播放，再通过右脑对这些图片、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在我们习得语言以后，通过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在这里我提到了习得一门语言，而不是学习一门语言。习得是指儿童不自觉、自然地掌握母语的过程和方法，通过大量的接触语言，不断地给大脑进行输入，在交际中、在生活中掌握一门语言，不太注重语言的形式，注重它的意义。对于语言规律的掌握是无意识的，也就是没有意识的。习得过程是由不自觉到自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第一语言的习得，也就是我们母语的习得。它不同于学习，学习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比如在学校这样的环境中，有意识的掌握语言的过程和方式。它更注重语言的形式，过程是由自觉到不自觉，和习得的过程刚好相反。这其实也是我们所说的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那我们又如何利用我们左右脑的这种分工，来自然而然地完成语言习得的过程呢？我们来回忆一下，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是如何习得我们的母语的？比如妈妈拿了一根香蕉，也可能是一张图片告诉我们这是香蕉。妈妈带我们去公园玩，我们听到了鸟叫声，妈妈告诉我们那是鸟儿的叫声，那是鸟儿在唱歌。妈妈包了饺子，让我们尝一尝好不好吃，然后告诉我们这是饺子。妈妈又拿来一块蛋糕，让我们闻一闻香不香，告诉我们这是什么蛋糕。妈妈出门的时候会喷香水，我们闻一闻好香，妈妈太好闻了，我们忍不住凑上去，疑惑地看着妈妈。妈妈告诉我们这是香水。爸爸满脸的络腮胡子，我们忍不住用小手摸他的胡子，感觉有点扎手。爸爸告诉我们这是爸爸的胡子。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在刚刚这个情景对话中，我们用眼睛看，用耳朵认真听，用嘴巴品尝味道，用鼻子闻气味，用我们的手或身体来感受触感、温度或者是湿度等等。完成了以上这几步，我们才真正完整的打开了我们的五感，把所有这些感官体验融合起来，就形成了我们内心的感受或者说是想法。而在我们打开五感的同时，我们接受了足够的母语输入，我们会一边感受一边牙牙学语，看着爸爸妈妈的嘴型，学习他们怎么说话。这也就是我们模仿的过程。当我们的发音系统发育完整了，有一天忽然发现我们会说话了，我们用母语思考，并且用我们的母语开始交流。也就是说，我们在接受了1年左右甚至更长时间的大量的母语输入，并且这些输入都是直观的、可理解的之后，我们才能自然而然的不断的持续的开始语言的输出。所以我希望通过食物也好，图片也好，
这些非常直观的东西来省略掉把图片转换成你的母语第一语言，再转换成你想学习的目标语言这个过程。直接学会看到图片，看到实物，我们就直接学习中文的表达。在日常生活里面，至少有60%以上的词语都是非常形象的，非常具体的。当你看到这些名词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拷贝下来，直接在 Google 里输入，你就会很清楚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类似这种词典的，是图文词典，看到图然后直接给出它的中文表达。比如说可乐，直接就会有中文表达。还有多数的动词其实也都可以通过动作或者视频的方式很直观的表达出来。所以我希望通过这种无感的刺激，能省去通过英语来学中文这个过程，而是直接通过图片视频的方式给你不断的进行中文的输入，直到你自然而然的习得这门语言。刚刚我们在讲无感教学法的时候，不断的提到一个词叫可理解性输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Dr. Steffi Krashen 的 TPRS 或者 CI 理论，看看什么是 TPRS， 什么是 CI， 为什么 TPRS 是最有效的习得语言的方法呢？ CI Comprehensible Input 也就是我们之前不断提到的可理解性输入。 TPRS 通常我们会理解为 Teaching Proficiency Through Reading and Storytelling 的缩写，也就是通过阅读和讲故事来提高语言能力。这个缩写其实在它的使用过程中经历了许多变化。最早的定义是通过讲故事进行全面的身体反应，这个缩写在很多方面仍然保持着这种理念，但它不仅仅是身体反应。 Brandon Ray 拓展了 James Asher 提出来的 TPR 概念。 TPR Total Physical Response 讲述由全班同学共同创造的故事。从本质上讲，就是你是在问一个故事。随着全班同学熟练程度和理解能力的提高，故事的复杂性也在增加。其实也就是用的我们通常所说的 yes or no question， 叫是非题。我们知道语言学习一般有4个方面：听、说、读、写。听和读其实就是输入 input， 我们希望这种输入是有效的。怎么样的输入才是有效的？可理解性的输入，可掌握的输入才是有效的输入。说和写是输出，在你说和写的同时，又是再一次输入的过程。所以说我希望是在你听的同时，你也要去模仿口型，给你的大脑再一次的输入，这样通过大量的有效的可理解性输入，才能最终达到自然而然的可持续性的输出。现在你大概了解 TPRS 为什么是学习语言最有效的方法了吗？因为它是习得语言自然而然形成的过程。这么说吧，我们的耳朵在听到第2语言的时候，刚开始它里面的那道锁是关着的，也就是最初它完全不接受第2语言的任何信息，这是一种生理反应。而可理解性输入就是打开你耳朵里面那把锁的钥匙。想象一下，当有一天你做梦的时候都说中文，那就说明你耳朵里面你的锁就打开了。这个过程我们就叫做磨耳朵，给你的耳朵不断的进行可理解性输入。我们再一起来看看下面的这张表。这张表里紫色的部分使用的是传统学习方法，绿色的部分是使用可理解性输入法。可以明显的看到，可理解性输入法它的成效是明显高于传统教学法的。所以我们说可理解性输入
就是打开你耳朵的那把钥匙。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总结一下，如何真正的习得一门语言。我们首先了解了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我们的左右脑是如何分工的。之后我们回忆了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是如何习得自己的母语的，我们是如何通过五感的各个方位全面的刺激来获得语言输入的。之后我们了解了 Dr. Stephen Crash 的 TPRS 或者叫 CI 可理解性输入法。为什么 TPRS 可理解性输入是最有效的习得语言的方法？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学习语言的心得，我们一起来寻找更快、更有效、更有趣的学习中文的方法。感谢您的观看，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分享给更多学习中文的人。谢谢，我们下期再见。